去查，給我查清楚，林宏婉到底什麼時候進宮的？怎麼進的？誰做的主？還有那個二皇子，多大了？什麼時候生的？我要知道所有細節，一個都不許漏。哎，這不是信奉的鎮國將軍嗎？凱旋當日先回的不是自家府邸，也不是進宮面聖，而是直奔太傅府求親。沒想到如今卻被拒在門外了。你明日就走了？等我回來，我便娶你。那我等你。将軍，4年前的事，属下已經查清了。说，4年前您奉旨出征北伐，後來您在前線迎娶了蘇灵兒為妻。林姑娘聽到消息後，便將您留下的信物收進一個匣子，交給了丫鬟。然後呢？然後她進宮選秀，2年後她誕下皇子，晉為貴妃。如今她的兒子已被立為二皇子，她本人在宮中僅次於皇後，而那位皇后膝下無子，體弱多病，宮中上下都說形同虛續。繼續說。如今宮裡都在傳，貴妃娘娘距離中宮之位只差一道旨意。她是賭氣。當年我被困在雁門關外，糧草斷了半個月，帳下將士啃樹皮度日。蘇家答應替我斡旋，送來30萬身軍糧，2萬匹戰馬，代價就是讓我迎娶蘇靈兒為正妻。她一定是因為我娶了靈兒，才賭氣嫁進宮的。她心裡還是有我的。替我遞一封信進宮。將軍，給宮中貴妃遞信，這是死罪。我沒說給貴妃，遞給陛下。我要面聖。妹夫，別來無恙啊！你在邊關受苦了4年，我們蘇家日日牽掛。如今你凱旋歸來，何府上下都高興得很。大舅兄來找我，不會只是為了敘舊。妹夫果然還是這個爽快脾氣，那我就不繞彎子了。你去太傅府求親被拒的事已經傳遍朝野了，我爹讓我來跟你說一句話。什麼話？死了那條心吧。林宏婉如今是宮裡的貴妃，二皇子的生母，未來8成就是皇後。你去太傅府門口那一出鬧劇，落在御史眼裡就是對皇室的大不敬。你知不知道？昨天已經有3個御史遞了彈劾你的折子。彈劾我什麼？彈劾你恃功自傲，目無君上，公然向天子的妃嬪求親，形同謀反。是陛下把那3份折子壓下來的，不然你以為你現在還能坐在這裡跟我說話？我不知道他已經入宮了。你不知道？你4年不通一封家書，4年不問一句京中近況，你連自己妻子生了兒子都不知道，你有什麼臉說你不知道林宏婉嫁給了誰？我再說一次，林宏婉已經是陛下的人了。你要是再做出什麼出格的事，別說你的前程，你的命，連我妹妹靈兒也會被你牽連。你這輩子欠我們蘇家一個人情，這個人情你得認。坐，陪朕下一局。你在边關打了4年仗，辛苦了。為陛下分憂，不敢言古。客氣話就不用說了。你來見朕不是為了敘舊，你想問宏婉的事。陛下，臣與林小姐有婚約在先，臣出征前曾親口許諾，凱旋之日便是娶親之時。這門親事，太傅大人當時也是點過頭的。婚約，你說的是哪門子婚約？下過聘帖嗎？走過官媒嗎？上過宗府的冊子嗎？你是個打仗的天才，但在這件事上，你蠢得離譜。你說你跟宏婉有婚約，好，就算有，你拿着這個婚約做了什麼？你在前線娶了蘇家的女兒，你連知會她一聲都沒有。你娶親的消息是通過軍報傳回京城的，和一批陣亡將士的名單放在同一封急遞裡。你知不知道那天林太傅在朝堂上看到那份軍報的時候是什麼表情？他什麼表情都沒有。一個父親看到女兒被人當众甩掉，他什麼表情都沒有，因為滿朝文武都在看着他，他連失態的資格都没有。朕站在龍椅旁邊，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一天，朕就知道了2件事：第一，林宏婉這樣的女子不該被你這種人辜負；第二，朕要娶她，不是趁虛而入，不是撿你不要的，是朕早就對她有意，只是先前有你擋在前面，你自己走了，那就別怪別人省錢。陛下，臣是為了打仗才娶的蘇氏，臣心裡只有宏婉一個人。你心裡只有她一個人，那蘇靈兒算什麼？你心裡只有林宏婉，那蘇靈兒替你生的那個兒子算什麼？你趙鶴林的心放得下一整個戰场，放得下30萬石軍糧的交易，怎麼就放不下2個女人？你不是心裡只有她，你是覺得她一定會等你。
你把他的等待当成了理所当然，你凭什么呢？你拿他跟蘇家的军粮做了交換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經給了答案。在你趙鶴臣的心裡，30萬石軍糧比林洪婉重要，你只是不肯承認罷了。這局棋不用下了。對了，洪婉不知道你回來了，是朕壓着消息沒讓人告訴他。他如今懷着身孕，快8個月了，朕不想讓他為不相干的人動了胎氣。陛下，臣想見他一面，就一面。不見，朕說了，他不需要見不相干的人。趙鶴欽，你是朕的臣子，朕敬你是個將才，但你要是再在這件事上糾纏不休，朕不介意讓你知道，你在戰場上是將軍，在朕面前什麼都不是。退下吧。将軍回來了，飯菜熱了2會了，我讓廚房重新做了一份，你先吃點吧。你怎麼還沒讓雨兒睡下？他說要等爹爹回來，你先帶雨兒下去吧。是，夫人。今天的事，兄長跟我說了。說了什麼？他說你去宮裡見了陛下。將軍，我知道你心裡放不下林家姐姐，從你娶我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在涼州的那些夜裡，你以為我睡着了，其實我沒有。我看見你一個人坐在帳篷外面，對着月亮發呆，手裡攥着那根白玉簪。那些時候我就在想，我到底算什麼？靈兒，你不必說這些。我必須說，將軍，我嫁給你的時候是我自己願意的。我知道你心裡有別人，但我想着日久天長，總能把你的心捂熱。這4年我替你打理後方，替你生了雨兒，替你寫了幾百封軍報，每一封軍報我都比你先看。看到陣亡2個字，我就一整夜睡不着，生怕下一封就是你的死訊。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可你回來的第1天，不是來看我和雨兒，而是去太傅府求親。將軍，你能不能告訴我，你到底有沒有那麼一刻，覺得我蘇靈兒也是你的妻子？靈兒，你是我的妻子，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否認過。但洪婉她什麼？她已經是貴妃了，她生了2皇子了，她再過幾個月又要生了。她已經不是你的林洪婉了，她是陛下的林貴妃。你為什麼就是不肯面對這件事？飯菜你慢慢吃，我先去看雨兒了。將軍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沒告訴你，當年在涼州，林家姐姐其實托人給你送過一封信。什麼信？一封絕交信。她讓人把那根白玉簪還給你，連着一封信。信上說，從你娶我那天起，你們之間就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。她祝你前程似錦，從此兩不相干。那封信和簪子是我收的，我沒有給你。你藏了？對，我藏了，因為那時候我剛發現自己懷了雨兒。如果你看到那封信，你一定會不顧一切趕回京城，你不會管前線的戰局，也不會管我肚子裡的孩子。我不能讓那種事發生，所以我把信燒了，簪子扔進了營地外面的河裡。你恨我也好，怨我也好，我不後悔。如果重來一次，我還是會那麼做，因為我是你的妻子，雨兒是你的兒子，我必須保住這個家，哪怕你心裡裝的不是我。将軍，將軍，這批鎧甲的調撥數額，您看這個數字對不對？對。您知道我會來，坐吧。你這種人，不撞南牆不回頭，太傅府的大門不開，你就翻牆；宮裡不讓你見，你就來找我。你無非就是想問洪婉在宮裡過得好不好？她好不好？好，她過得很好，陛下待她極好，後宮之中無人敢給她臉色看，太后也喜歡她。她如今是貴妃，再進一步就是皇後。她的兒子聰慧康健，深得陛下喜愛，她比在任何地方都過得好，包括如果她當年嫁給了你。太傅大人，當年我是為了打仗才迫不得已娶的蘇氏，我對洪婉的心意從來沒變過。你別在我面前提心意。趙鶴臣，
我問你3件事，你給我老老實實回答。第一，你出征4年，可曾給我女兒寫過一封信？第二，你娶蘇氏之前，可曾派人知會過我林家？第三，你在前線但凡有一次提起過要給我女兒一個交代，蘇家那丫頭結的那封信還用得着結嗎？沒寫過信，沒通知過我，也沒提過要給交代。你說你心意沒變，你的心意連一封信的重量都撐不起來。小伙子，我教了30年的書，什么人見得最多？你這種人不是不愛我女兒，你只是更愛你自己。你需要軍糧的時候，我女兒的婚約可以讓步；你需要面子的時候，我女兒的等待可以拿來感動自己。你打完仗了，覺得該享福了，又想起來我女兒溫柔體貼、知書達德，正好拿來當個平妻，裝點門面。你趙賀辰的世界裡，我女兒就是一件東西，需要的時候拿出來，不需要的时候收起来，丟了也不着急找，反正总覺得她就在那裡。可她不是東西，她是人，她有自己的選擇。喝了這杯酒就走吧，以後別再來了，不管是太傅府的門還是後牆，都別再來了。太傅大人，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？你說。让我見他一面就一面，我只想親眼確認他過得好，看一眼就走，不能。不是我不讓你見，是他自己說的，這輩子不想再見你。他說你不欠他什麼，他也不欠你什麼，兩個人之間的事從那封被燒掉的信開始就已經結束了。走吧。陛下有旨，鎮國將軍趙賀辰忠勇可嘉，特擢升為征北大將軍，加封靖遠侯，即日赴西北邊陲駐防，不得有誤。将軍，這是明升暗貶，把您支到西北去了。我知道，西北邊陲說是駐防，其實就是流放。那地方距京城3000里，全是戈壁荒漠，連像樣的城池都沒有幾座。去了至少短時間內回不來了。陛下這是怕你再鬧出什麼事兒來，乾脆把你調走。將軍，咱們要不要想想辦法？您手裡還有兵權，朝中也有幾個交好的大人，要不要去走動走動？不用，旨意上寫着加封靖遠侯。靖遠，陛下連名號都替我選好了，讓我去西北安靜待着，離京城遠一點，離他遠一點。這道旨意不是懲罰，是警告。如果我不去，下一道旨意就不是調令了。你怎麼知道的？传旨的太监到门口的时候，门房就来報了。西北骨寒，冬天能冷到潑水成冰，早做準備總比臨時抓瞎強。雨兒我帶着，她離不開娘，奶娘也一起去。你放心，後方的事我來安排，不用你操心。靈兒，你跟着我，委屈了。將軍這話說了和沒說一樣。你覺得我委屈，是因為你又想起林家姐姐了。可你不想她的時候，你從來不覺得我委屈。行了，別在這兒站着礙事了，去把你的槍和鎧甲收拾一下，明天就走。翠萍，夫人，把那個匣子拿給我。夫人，這不是您說燒了的那封信？我騙他的。趙賀岑，你我的事到此為止，白玉簪奉還，舊情不在。此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，不必回信，不必掛念，不必心存愧疚。你做了你的選擇，我也會做我的。林紅婉絕筆。那簪子也沒扔？沒扔。我當時留着這2樣東西，是想着萬一哪天需要用上。用上什麼？一把刀子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拋下我和雨兒回京去找林紅婉，我就把這封信和簪子交給他看，讓他知道人家早就不要他了，是他自己在那裡自作多情。這比我哭，我鬧，我歇斯底里哀求都管用。將軍，這哪有什麼大仗，都是些游牧部族，隔三差五來搶糧搶羊，搶完就跑。咱們追出去，人早鑽進沙子裡沒影了。3萬兵馬，連幾個搶匪都攔不住。將軍，咱們這3萬人能拿刀上陣的只有一半，剩下的不是年紀大了，就是傷病沒好。甲胄破，刀也鈍，軍饷還拖了半年。我們的折子遞上去之後，京城的回复永遠是招救驻防。咱们修城牆練新兵，打退了多少回部族侵擾，死了多少兄弟，京城就回這幾個字。將軍，朝廷根本沒把咱們當回事，咱們在這裡是死是活，京城根本不在乎。
将軍，沒事，以後不寫了。什麼？軍功折子，不寫了。娘，這個字對不對？對了，真聰明。那爹什麼時候回來？快了，爹去巡营了。爹，你看我写的字。写得好，明天教你写马。将軍夫人，京城來人了。将軍，皇后薨逝，国葬3月，貴妃臨軾晉封後位，統攝6宮。還有一道口諭，陛下讓奴才親口轉達給您。說，陛下說，從今以後，不管是書信還是密折，如果內容涉及到皇後半個字，不用送到御前了，直接燒掉就行。陛下還說，他不是不信任將軍的忠心，他只是不想給任何人任何念想。你们聽說了嗎？當今天子駕崩了，年僅28歲，暴病而亡。太子年幼，不過5歲，皇后現被尊為太后，垂簾聽政。太后是真有本事啊，後宮干政要出大亂子了。我就只擔心軍饗會不會拖欠。將軍，還有一個消息，丞相蘇伯道被彈劾了，10幾條罪名，最重的一條是結黨行私，意圖謀反。大理寺已經下了拿人的公文，蘇家上下100多口，全部下了大獄。什麼？蘇家倒了，一夜之間。將軍，蘇家可是夫人的娘家，如果蘇家被定了謀反的罪，那夫人她……繼續說。據說是太后下的旨。獻帝駕崩的第3天，太後就拿出了一份蘇伯道這些年貪墨軍饗、勾結外敵的鐵證，當着滿朝文武的面宣布的。證據是什麼？3年前西北軍饗被拖欠的那筆錢，就是蘇伯道截留的。還有蘇家北境游牧部族暗中通信的信件，蓋着蘇伯道的私章。所以3年前軍饗被拖欠，不是朝廷的原因，是他的手筆。我拼死拼活保衛的邊關，差點因為我岳父的貪婪而崩盤。還有一條，大理寺在蘇家的密室裡搜出了一批書信，其中有幾封是蘇靈兒寫給蘇伯道的。什麼內容？信上說，趙將軍在西北手握3萬兵馬，蘇家在朝中經營多年，若裡應外合，可成大事。信中還提到，一旦事成，當擁蘇家子弟為帝，趙將軍封義姓王。這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做這種事。將軍，白紙黑字，還有蘇家的私章。大理寺已經發了公文到西北來，要提審夫人。押送的人估計再有幾天就到了。讓我先問他。怎麼這個時候過來了？是不是餓了？鍋裡還溫着紅薯粥。靈兒，蘇家的事你知道了嗎？知道了，昨天翠萍從鎮上打聽到的。那幾封信呢？你寫給你爹的那幾封信。將軍說的是哪幾封？裡應外合，用你蘇家子弟為帝的那幾封。雨兒，你去找奶娘玩一會兒，娘和爹說句話。那幾封信是我爹讓我寫的。你真寫了？寫了，每個字都是我寫的。但信上說的那些裡應外合、擁立新帝，都是我爹的主意，不是我的。我只是按他的意思寫了幾封信，蓋了蘇家的章送回去。你明知道那是謀反，你還寫？將軍，我是蘇家的女兒，我爹讓我做的事我不做，他就動雨兒。他拿雨兒威脅你？不是威脅，是提醒。他說雨兒是蘇家的外孫，將來蘇家的事攻成了，雨兒就是親王。蘇家的事敗了，雨兒也逃不掉。他讓我想清楚，是幫着蘇家賭一把，還是跟蘇家一起死？我沒有選擇。你為什麼不告訴我？告訴你，將軍，你這4年在西北心裡裝的是什麼？你自己最清楚。我但凡跟你提一句我的難處，你是會幫我呢，還是會嫌我煩？你連雨兒她的生辰，去年是我提醒了你3次，你才記住的。我憑什麼相信你會替我扛這件事？大理寺的人要來提審你。我知道，將軍，我只求你一件事。說。雨兒，不管怎樣，保住雨兒。她姓趙，不姓蘇，她什麼都不知道，什麼都沒參與，她才7歲。我會的。趙將軍，本官奉太后懿旨前來提審蘇氏靈兒，請將軍行個方便。提審可以，但人不能帶走。在這裡問，
問完了有結果告訴我。將軍，這不合規矩。在我的地盤上，我就是規矩。算了，那就借将軍的议事廳一用。蘇氏灵兒，你可認得這些信？認得，是我寫的。信中所述與蘇伯道裡應外合擁立新帝之事，是你的意思，還是蘇伯道授意？蘇伯道授意。你為何不向朝廷告發？他拿我的兒子威脅我。可有憑據？沒有，他口頭說的，沒有落在史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雖然寫了這些謀反信件，但你是被脅迫的，可你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自己是被脅迫的。對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按律謀反者不論主從皆當斬首，參與書寫謀反文中的與謀反者同罪。我知道。你還有什麼要說的？沒有了。蘇氏，你倒是痛快。不過本官還有幾個問題。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去年臘月，信中提到趙將軍在西北已練成精兵2萬，隨時可以南下。這句話是蘇伯道讓你寫的，還是你自己加的？他讓我寫的。可蘇伯道在獄中的供詞裡說，這句話是你自行添加的。他說他只讓你打聽西北的兵力部署，寫信匯報給他。至於隨時可以南下這句，是你自己的判斷。他說的不是事實。他的供詞和你的供詞對不上，你們父女之間必定有一個人在說謊。蘇氏，本官最後給你一次機會，你要不要改口？蘇氏。我不改口，那句話是蘇伯道讓我寫的。不管他怎麼說，事實就是事實。如果大人一定要定我的罪，那就定吧。但我有一個條件。什麼條件？我的兒子趙宇今年7歲，他姓趙不姓蘇，從始至終他不知道這些事的存在，請大人在結案文書上寫清楚，蘇家的案子和趙宇無關。這個條件我做不了主，要太後定奪。那就請大人轉告太後，就說蘇家的女兒認罪伏法，只求太後開恩，放過一個7歲的孩子。趙將軍，蘇氏的案子要送回京城，由太后裁決。在結果出來之前，蘇氏不得離開軍營半步。我知道。還有一件事，太後另有一道口諭，是給將軍的。說。太後說，蘇家的案子和趙將軍無關，將軍這些年鎮守西北有功，太後看在眼裡，不會牽連將軍。太後還說了一句，將軍當年送他的那枚白玉簪，他已經物歸原主了，不知道将軍收到沒有？审完了。审完了。結果怎麼樣？你爹把罪推到你身上了。意料之中。你不生氣？有什麼好生氣的？他做得出這種事，我一點都不意外。當年他把我送到前線給你當妻子的時候，就是拿我換軍糧。現在拿我的命去換他自己活命的機會，邏輯是一樣的。在他眼裡，我和那30萬山軍糧一樣，都是工具。只是這一次，他連工具都不打算回收了。灵兒，我不會讓你死。將軍，你要怎麼保我？上書求情，你的折子連朝廷的門都進不去，帶兵造反，那你就真的謀反了。求太後開恩，他憑什麼還開恩？因為你當年在月下跟他說過幾句情話。你保不了我的，你連你自己都保不了。你現在就是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老虎。太後留着你，是因為你還能鎮着西北。太後不殺你，是因為你不值得殺。你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保住雨兒。答應我。娘，乖，娘在。蘇氏灵兒參與謀反，罪證確鑿。念其在西北隨夫戍邊多年，且有幼子需撫養，免去死罪，改為幽禁。即日起，蘇氏灵兒幽禁於西北軍營，終生不得離開駐地半步。其子趙宇係趙氏血脈，與蘇家之事無涉，不予追究。臣父接旨。將軍，太後另外還下了一道旨意，是給你的。征北大將軍靖遠侯趙賀臣，鎮守西北4年有餘，勞苦功高，今北境不足歸附，西北無虞，着即卸去軍職，保留侯爵，
回京述職，所部3万兵馬着交副将孙毅暂管。将軍，这是卸磨杀驴。不是杀驴，杀驴不用调回京姑，直接一纸军令就地解除就行了。他让我回京，说明还有用我的地方，或者说他要亲眼看着我。将军，您要回去？在太后的棋盘上，灵儿的性命是一颗棋子，他免了灵儿的死罪，只是想以此堵住我如果要抗旨的借口，然后再调我回京，交出兵权，一步一步，滴水不漏。他不是心软，他是要我手里的兵。他也不再是那个17岁的林红婉了，他现在是太后林红婉。旨意已下，抗旨就是谋反，我没有理由不回去。帮我照顧好灵儿和雨儿，他走不了，雨儿跟着他。我回京之后，每个月派人送银子来，不要断。将軍，您這一走，什麼時候能回來？雨兒跟我，不要帶走。西北雖然苦，但安全。京城那地方，水太深了。我知道。你回京之後，小心林紅婉。她不是你記憶裡那個17歲的小姑娘了。她能在先帝屍骨未涼的時候扳倒蘇家滿門，就能在任何時候碾死任何人，包括你。靈兒，我欠你的。你欠我的可太多了。但現在不是算賬的時候，你先活着回京城，別死在路上。等你什麼時候有能力了，來接我和雨兒。如果你沒那個能力，那就別來了。我在這裡待着也挺好，種菜，養雞，教雨兒讀書習武，總比在京城裡提心吊膽強。爹要走了？爹要去辦點事，你在這裡照顧好你娘。爹什麼時候回來？很快。臣趙鹤岑奉旨回京述職，叩見陛下，叩見太後。母後，這個人是誰？這是鎮守西北的趙侯爺，你在史書上讀到過的那個人。哦，那母後跟他說話吧，我去後面找張伴伴玩。起來吧。趙鶴岑，你知道哀家為什麼叫你回來嗎？臣不知。你猜猜。臣不敢猜。那哀家告訴你，北境13部族去年冬天合併成了一個聯盟，他們推舉了一個新的可汗，號稱空閒之士30萬。開春之後他們會南下。你在西北待了4年，對北京的情況比任何人都了解。哀家需要你帶兵出征。太后要臣打仗？不然呢？你以為哀家叫你回來是為了敘舊？臣的兵權已經被收了。哀家收了，自然可以再給你。臣在西北的舊部已經移交給了孫毅，新兵哀家替你備好了，5萬精銳，糧草軍械齊全，就駐紮在京郊大營裡。你明天去點兵。臣領旨。別急，打仗的事先放一放。哀家還有一件事要跟你說，蘇靈兒的案子，哀家重新審了一遍。蘇伯道在獄中翻供了，他承認了隨時可以南下這句話是他授意蘇靈兒寫的，不是蘇靈兒自己加的。也就是說，蘇靈兒的罪名應該從主動謀劃降為被脅迫參與。按律，被脅迫參與者可以從輕發落。他現在的幽禁刑罰不變，但可以允許家屬探視，也可以允許他在駐地範圍內自由活動。臣替靈兒謝太后恩典。你不用替他謝，這是他應得的。他在西北跟你吃了4年苦，替你生了兒子，替你打理後方。你在前線拼命的時候，他也在拼命。這樣的女人，不該替他父親的義士買單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明天去京郊大營點兵，打完仗回來再述職。哀家希望你還是那個能打仗的趙鶴淳，別讓哀家失望。趙鶴琴，哀家把你叫回來，不是因為別的，是因為這個國家需要你去打仗，僅此而已。你別想多了。趙侯爺，在下宮中內侍省副都知李德海，太后娘娘讓奴才送一樣東西來。這是北
境聯盟內部的詳細情報，各部族的兵力分布、糧草儲備、可汗的行軍路線，還有各部族首領之間的矛盾關係，事無巨細，全部標注在一張手繪的羊皮地圖上。這可不是探子倉促之間能畫出來的。這是誰畫的？太后娘娘畫的。她畫的。太后娘娘這些年一直在關注北境的局勢。先帝在世的時候，太后就暗中派人深入草原，花了2年時間收集的情報。這張地圖是太后娘娘親手繪制的，只有1份。北境13部看似鐵板一塊，實則各懷心思。可汗嫡子與庶子爭位已久，左翼3部與右翼4部積怨頗深，攻其手不如離其心，皆為可以策反之不足，善用之。這不只是一份情報，這還是一份極其高明的戰略方案。如果按照這個方案執行，甚至不需要5萬兵馬，3萬就夠了。太后還說了什麼？太后說，仗怎麼打是將軍的事，她不插手。這份情報是她能給的最後一樣東西。打贏了是將軍的功勞，打輸了她也不怪將軍。太后還說，將軍出征之後，侯府這邊她會派人照看，還有西北那邊蘇夫人和小公子，太后會讓人按月送去銀子和物資，將軍不必牽掛後方。4年前連提壺茶都費勁的林洪婉，如今能畫出這樣的軍事地圖，寫出這樣的戰略分析，他到底經歷了什麼？将軍，按照您的部署，先锋營已經提前2天出發了。他們會在抵達邊境之前，在左翼3部附近紮營，等候我們的主力。還有一件事，太后派了一個人跟着咱們的隊伍。什麼人？一個叫白芷的女人，說是太後身邊的女官，持太后手令隨軍。隨軍幹什麼？說是做軍需官，負責大軍的糧草調配和後勤補給。太後的意思是，5萬人的吃喝拉撒不能出問題，得有個專人盯着。太后往我軍裡塞人，將軍的意思是，這人是來監視咱們的。你覺得呢？這批糧食摻了沙。趙侯爺，你是白芷？是，太后身邊女官白芷，奉太后之命隨軍督糧。你說糧食摻了沙？對，這批糧是從京郊大營出發中裝車的，但運到這裡之後，有30袋底部被人動過手腳，摻了細沙進去，沙子磨得很碎，和粟米顏色相近，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。侯爺看看，這顆粒之間的灰白色粉末不是米糠，是河沙研磨之後的粉。吃下去不會立刻有事，但連吃3-5天，腸胃就會出問題，輕則腹瀉，重則脫力。誰幹的？運糧隊的押糧官叫王富貴，這人原來是蘇家的家僕，蘇家倒台之後被充入軍中。按理說，這種有舊主背景的人不該被安排到要害位置上，但他走了京郊大營某個校尉的目錄，混進了押糧隊。侯爺如果現在去查，他的鋪蓋卷底下應該還藏着10兩銀子和一封密信，信是京城裡某個人寫給他的，讓他在糧食裡做手腳，拖慢大軍行進速度。你既然都查清楚了，為什麼不直接抓人？我只是軍需官，沒有權利抓人，抓人是侯爺的事，而且太后交代過，我不該越權。侯爺帶兵，我管糧，各司其職。你之前做什麼的？太后身邊當差的。我是問你之前的差事。一個女官不會無緣無故精通軍需調度。先帝在位時，後宮採拜的賬目是我管的。太后封後之後，內務府上下3000人的吃穿用度也是我理的。管過3000人的吃穿，管5萬人的糧草也差不多，就是數字大一點。將軍，我們只用4個月就打完了，5萬兵馬折損才不到3000人，我們還沒回去，你封公爵的旨意就下來了。將軍，這可是開國以來第3個異姓公爵。別高興太早，太后給的東西隨時可以收回去。將軍，您怎麼老是這麼悲觀呢？太后雖然心思深，但論功行賞這件事兒，她做的公道。您打了勝仗，她就賞，沒什麼別的意思吧？侯爺，太后的密信剛到的。
什麼變？信使只帶了这一封信，没有口信。但我觀察送信那人的馬跑廢了3匹才到這裡。太后催得很急。孫毅，屬下在。通知下去，全軍拔營，連夜回京。是。趙侯爺請留步，宮中正在議事。太后有旨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我奉太后密令回京，有急事面禀。太后的旨意是今日不見外臣，侯爺改日再來吧。太後的旨意，還是別人的旨意？侯爺若執意要闖，末將只好得罪了。朝中生變，变在哪裡？誰？是我，白芷。我剛從城裡轉了一圈，消息打聽到了。半個月前，齊王以清君側鄭國本為名起兵，帶了2萬人從封地一路打到京城外面。城裡的禁軍統領錢剛叛變了，開了城門，放齊王的人進來。太后和小皇帝現在被圍在宮裡，對外說是太后奉體簽案暫停朝會，實際上是被軟禁了。齊王的人有多少在城裡？我看到的大概有7、8千，加上錢剛叛變帶過去的禁軍5000人，城裡至少13000人是齊王的。城外呢？齊王的主力大概還有1萬人在城外紮營，堵着北門和西門，他怕有人進京擒王。我的5萬精銳都駐紮在京郊大營，兵力碾壓。但問題是，太后和小皇帝在齊王手裡，如果我們強攻，齊王很可能拿太后和皇帝做要挾。齊王現在在哪兒？他住在丞相府舊址。蘇家被抄之後，那座府邸一直空着，齊王進城就占了那裡當臨時行宴。太后那邊呢？有人能傳消息進去嗎？今天中午傳出來的，太後的貼身宮女貌似從宮牆上丟下來的。太后在半個月前就預判了今天的局面，還有7天時間。白芷，在。幫我查一件事：齊王進城之後，朝中大臣的態度，誰占了齊王，誰還沒表態，誰明確拒絕了？已經查了，明確投靠齊王的有12人，都是蘇家倒台後失勢的舊臣；明確拒絕的有7人，都是太后一手提拔的新貴，還有20多個棄槍觀望的。那7個拒絕的人現在怎樣？被軟禁在各自府裡，和太后一樣出不來。經濟總中馬大壯，他手下有多少人？12000人，住在城南20里。齊王進城的時候，他不在京城，等他趕回來，城門已經關了。他現在被堵在城外，進不來。所以太后讓我等7天，是在等馬大壯找到辦法跟他接上頭，或者在等您找到他。明天出城去找馬壯。侯爺出得去嗎？城門是齊王的人守着。我進城的時候，他們沒攔我，他們只攔我進宮，不攔我出城。因為齊王不想跟我正面翻臉，他知道我手裡有5萬人，他現在想做的是拉攏我，不是逼反我。你可算來了！我在這兒急得上房揭瓦。太后被那姓周的王八蛋困在宮裡，我1萬多人打不進去。別急，太后沒事。太后讓等到15，還有5天。那這5天我幹什麼？乾等着？不是乾等着，這5天你做一件事。什麼事？把城外齊王那1萬人解決掉。就這？我還以為多大事兒呢。那幫王府私兵連陣都列不起，我12000打他1萬，跟切菜一樣。不是讓你硬打，是讓你悄悄包圍。15日子時之前不動手，等我從城裡發信號，你同時動，城外城內一起收網。趙公爺，你要從城裡動？太后說15日子時宮中北門開，她在宮裡有內宴，我從城裡配合，你從城外合圍，兩面夾擊。城裡那13000人呢？我在京郊大營有5萬人，15日子時之前，我調3萬人悄悄進城。怎麼進？城門在齊王手裡。工部侍郎魏忠令管京城所有城門的修校和機關，他被軟禁在府裡，但人還活着。京城的牆修的時候留了暗道，每座城門底下都有一條只容2人並行的密道，當年是為了防止城破時皇帝逃命用的。這些密道的圖紙在工部，魏忠信知道所有密道的位置。你是說走密道把人運進去？對，3萬人分3夜進城，每夜1萬人從3個不同的城門底下走。進城之後，華裝分散到各處，
等15月子時統一行動，我會想辦法潛入魏府，找到魏忠信，讓他畫一份給我。這計劃太后知道嗎？太后只說了15日子時北北門開，剩下的她讓我自己定。行，幹了！5天之後見分曉。王爺，這幾天給趙鶴森送的美女和金銀珠寶，他全部拒收了，但他將盟約給收下了，說容他考慮3天。不過他態度曖昧，沒有拒絕，8成是動心了。好，那個太后算什麼東西？一個太傅家的丫頭片子，憑什麼坐到那個位置上？等我登了基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她趕到冷宮裡去給先帝守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动手！赵公爷，太后在承明殿等您，请跟奴才来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外面的情況怎麼樣了？3路同時動手，宮門已控，城門正在接管，齊王邢玉被圍。馬大壯呢？城外同步合圍。好。齊王邢衙裡還有一個人要活捉，不能讓他死了。誰？禁軍統領景乾綱，他叛變不是因為被齊王收買，是因為他女兒在齊王手裡。活捉他之後，先別審，把他女兒從齊王別院裡救出來，送到他面前，他會把所有事情都交代的。你連這個都知道？我被困在這座宮裡半個月，你以為我每天都在做什麼？繡花？齊王的人看住了我的身，看不住我的耳朵。這半個月我比他知道的事情多得多。他以為困住我就贏了，可他不知道，這座宮城裡有3000多個太監宮女，每一個人的家人都在京城裡，他們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，他們的耳朵就是我的耳朵。齊王在丞相府裡喝酒說的每一句話，我第2天早上就知道了。所以你一直都沒有真正被困住？我被困住了，我確實出不去，但出不去不等於沒有辦法，有些事情不需要人出去就能做。比如半個月前給你送那封8個字的密信，比如讓李德海用3天時間策反了宮中北門的12個守衛，比如讓我的宮女假裝給齊王送茶點的時候，順手把齊王行言的布防圖偷出來。你讓人送出去給你的副將，按這個圖打，半個時辰就能結束。你到底是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？哪樣？這樣，大概是在你離開之後第2年。那年我剛進宮，什麼都不懂，被一個嬪妃設計，差點喝了墮胎藥。是我自己發現了藥裡的問題，自己查出了幕後的人，自己把證據呈到先帝面前。從那天起，我就明白了一件事，沒有人會替我兜底。我爹不行，先帝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行，我只有自己。去吧，把事情收尾了再回來跟我說。天亮之前我要看到齊王跪在這座大殿裡。立刻快馬送到副將軍手上。怎麼沒有被你困死在寢殿裡？周瑞，你是不是覺得只要把我關在這座宮裡，我就什麼都做不了？你的人呢？你從哪裡調來的兵？城門明明在我手裡。你以為城門在你手裡，可你連這座城有多少條路都沒有數過。你知道你錯在哪裡嗎？你錯在太心急了，進了城就以天下是你的了。你不安撫民心，不收編城中守軍，不控制糧倉和水源，只知道戰府邸、設酒宴、發盟約。你以為拉攏了幾個舊臣，招攬了一個禁軍統領，再許給趙賀蘭一個大元帥的箜篌，就萬事必備了？你錯估了3件事。第一，你以為禁軍統領錢剛是真心投靠你，
他不是，他是被你拿女儿要挟的。这种人的忠心和他女儿的安危綁在一起，女兒安全了，他翻臉比你快。第二，你以為趙賀辰會為了一個大元帥的頭銜跟你合作，但你不了解他，他是一個蠢人，但不是一個壞人，他不會幫叛臣。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，你以為我只是一個坐在簾子後面靠先帝餘蔭混日子的深宮婦人，你根本沒有正眼看過我，就像當年京城裡所有的人都沒有正眼看過我一樣。你要殺我？殺你？你還不夠個讓我殺，你只是一個失敗的叛臣。大理寺會審你，三法司會定你的罪，一切按律辦事。但在那之前，你給我磕3個頭。你做夢！我是太祖的血脈，先帝的親弟，你一個外姓女人，憑什麼讓我磕頭？不磕也行，那就把你在封地養的那3個外室和6個仙子的事寫成折子，明發天下。你怎麼知道？我知道的事情比你以為的多得多。你要面子還是要命，自己選。事情都辦完了。办完了，齊王的人全部繳械，城外那1萬人也被馬大壯收編了。錢剛和他女兒團聚了，他已經寫好了認罪書。傷亡多少？我們這邊折了300多人，齊王那邊死了1000多，餘下全部投降。300多，撫恤要後，每人加3倍。是。趙賀卿，今天的事你做得很好。臣分內之事，分內之事做好了也要賞。你想要什麼？臣不想要什麼。那就先退下吧，賞賜的事改天再議。等一下，蘇靈兒那邊你打算怎麼辦？臣想接她和雨兒回京。好，哀家解除他的幽禁令，讓他回來吧。他跟了你這些年，吃了不該吃的苦，你好好待他，別再辜負人了。臣遵旨。爹，长高了。我现在能拉满议事的弓了，孙叔叔教我的。靈兒，回來了。回來了。聽說你升公爵了。打了一仗，太后賞的。那恭喜了。府裡比走之前好了不少啊，前院的雜草清了，院子裡也重新種了花。誰打理的？太后派了幾個人來幫忙。他倒是周到，聽你說了這幾個月發生的事，他很厲害。比我想象的還厲害。將軍，我問你一句實話，你別騙我。你說。你現在心裡還有他嗎？有，但不是以前那種了。以前我覺得他是我的，現在我知道他從來都不是。以前我想要擁有他，現在我只是記得他，記得年輕時候的那個人。你這是放下了？我不知道算不算放下，但我知道，從他坐在那把鳳椅上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是任何人的了，他是他自己的，我也是他的臣子，僅此而已。這話你要是早5年說，我能少掉10根白頭髮。行了，我要去採買了，這府裡缺的東西太多了。將軍，謝謝你來接我。公爺，你聽說了嗎？太后要給小皇帝選太傅了。聽說了。你猜選的誰？誰？林太傅的關門弟子，翰林院的周大人。林太傅年紀大了，教不動了，但他的學問得有人傳下去。周大人是他最得意的門生。太后選的？廢話，現在朝裡什麼事兒不是太后選的？不過這事兒辦得漂亮。林太傅桃李滿天下，讓他的弟子教小皇帝，等於把讀書人的心都收了。太后這一步棋又穩又準。趙公爺，太后請您移步偏殿，有幾句話要說。坐吧。找我什麼事？我爹病了，入秋之後一直咳嗽，太醫說是積年的寒症。林太傅，他年紀大了，身子虧損的厲害，太醫說過不了這個冬天了。我不能常去看他
太后3天2頭往太傅府跑，御史会说閒話。你幫我做一件事，每5天去太傅府看一次我爹，幫我看看他吃的好不好，睡得好不好，院子裡的花澆了沒有。不用說是我讓你去的，就說你自己去拜訪故人。他不想見我，上次翻牆進去的那回，他說了不讓我再來。那是4年前了，人老了就不記仇了。何況你也不是來求親的，你是來看望一個生病的長輩，他不會拒絕的。你願意嗎？好。謝了。行了，回去喝酒吧，別讓人覺得咱倆在偏殿裡密謀什麼。紅婉，你一個人在宮裡辛苦了。不辛苦，習慣了。趙將軍，不對，該叫趙公爺了，您怎麼來了？來看看老太傅，聽說身子不好。老爺說讓您進去。哼，稀客，哪陣風把你吹來了？來看看你。看我幹什麼？看我怎麼死嗎？太傅說笑了。我不說笑，太醫都說了，過不了這個冬天，我自己心裡有數。坐吧，站着礙眼。你是他讓你來的吧？他讓我來看看您。那丫頭，她自己不來，怕御史攙她；派你來，又怕我趕你走。她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會算計了？她不是算計，她是顧慮太多。都一樣。你來了就來了吧，反正我老頭子一個人也悶得慌，陪我說說話也好。說什麼？隨便什麼，說說你在西北的事，說說你打仗的事，別說他。好。趙賀臣，下次來的時候把你那個小子帶來，我聽說那孩子會射箭了。會了，在西北學的。好，帶來讓我看看，我教了一輩子書，還沒教過武將家的小崽子。好，下次一定帶來。回來了，太傅怎麼樣？還行，精神頭還可以。讓我下次把雨兒帶去。那就帶去唄，雨兒跟老人家聊聊天也好。來，先喝一碗暖暖。好喝。那是，我熬了2個時辰呢。灵兒，幹嘛？你嫁給我這些年，我虧欠你太多了。你今天是怎麼了？看了一趟太傅就多愁善感起來了？不是，就是覺得該跟你說一聲。那你打算怎麼還？我還沒想好。那就先欠着吧。欠着也不要緊，反正我還活着，你有的是時間慢慢還。不過你要是想還，就從明天早上起來把院子裡的雞糞掃了開始。那個皮猴子把雞追得到處拉。行，明天掃。老爺，熱茶來了。老爺，启禀娘娘，太傅他走了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太后懿旨：太傅林默辅政多年，清正端方，忠勤為國，今追封為太師，事後文正，配賞太廟。臣等無異議。太后說，這封信讓你轉交給太傅，放在靈前就行。公爺放心，老奴會放好的。今天回這麼早？太后垂簾聽政1年有餘，如今文武百官逐漸的服氣，朝局也慢慢的穩定了下來，現在要忙的事不多了。他真厲害。我剛才路過林府，太傅去世後，府裡的人都遣散了，如今只留老管家一個人看着宅子。人活一世，最難得的還是身後有人惦記。林太傅一生清正，世人會記住他的。好了，先吃飯吧，菜都涼了，雨兒也餓了。慢些，又沒人同你搶。這一夜，城外的風聲與宮牆隔得很遠，他不知道城外那個院子裡正在發生什麼，他也不需要知道，因為他有他的天下要守。